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收看本期的节目。在两广和港台地区，如果你去问一位长辈今天吃什么，十有八九，他的厨房里正慢火炖着一锅香气扑鼻的老火靓汤。很多人坚信，汤熬得越久，颜色越奶白，营养就越丰富。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你一个极其反常识的真相。你以为的大补老火汤，可能正是加重肾脏负担的废液。为什么这么说？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最注重养生的顶级富豪圈。作为地道的广东人，李嘉诚先生早年也非常偏爱喝汤。然而，当他的私人医疗团队接管他的日常饮食后，第一件事就是大刀阔斧地砍掉了熬煮过久的浓肉汤。这并非危言耸听。富豪的私人医生们之所以如此警惕，是因为他们深知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医学真相：真正毁肾的元凶，往往藏在那些看似营养的美味里。高磷、高嘌呤、高盐的错误组合，正在让老年人原本就自然衰退的肾脏超负荷运转。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彻底拆解砂锅里的秘密，并在最后为你提供3款私人医生推荐，真正好喝又护肾的平替养生汤。让我们先来看看一碗老火汤在富豪的餐桌上到底经历了什么。在大众的想象中，顶级富豪的餐桌应该是山珍海味，大补特补。但如果你真的看过那些曝光的健康食谱，你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饮食清淡得近乎朴素。在李嘉诚的晚年饮食哲学中，有一条被严格执行的铁律：克制。这种克制最直接地体现在对烹饪时间的把控上。传统的煲汤习惯往往是砂锅慢炖3-4个小时，追求骨酥肉烂，汤汁浓郁。长辈们总觉得肉里的精华全都在这几个小时里融化进水里了。然而，现代临床营养学和顶级医疗团队的研究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养生的尽头不是吃补药，而是做减法。当顶级富豪的营养师在安排汤品时，他们防范的首要敌人就是一个叫做磷的元素，以及伴随而来的代谢负担。那么，长时间熬煮的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化学反应？我们需要打破第一个认知误区：蛋白质并不会大量溶于水。无论你把一块瘦肉或者排骨炖上3个小时还是5个小时，肉里85%以上的优质蛋白质依然死死地锁在肉纤维里。汤水里那不到15%的蛋白质根本起不到大补的作用。真正被滚水无情地逼出来，溶解进汤汁里的是大量的脂肪、嘌呤，以及今天的主角游离态的磷元素。你可以把人的肾脏想象成一台使用了几十年的极度精密的净水器滤芯。年轻的时候，这台滤芯动力强劲，你喝进去的各种杂质，它都能轻松过滤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肾脏功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自然衰退，滤网的孔隙不再那么通畅，排泄能力开始断崖式下降。当你喝下一碗炖了3-4个小时的浓汤时，那些高度浓缩的嘌呤和磷元素就像是带着泥沙的浑水。偶尔喝一次，滤芯还能勉强应对，但如果长年累月的把老火汤当水喝，这些高浓度的代谢废物就会天天冲刷着你的肾脏。特别是汤里的磷元素，在长时间的高温下会大量游离出来，变得极易被人体吸收。一旦老化的肾脏无法及时将这些多余的磷排泄出去，它们就会在血液中不断堆积。这就好比下水道的管网被泥沙彻底堵死，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这也是为什么最顶级的养生专家绝不会建议中老年人频繁饮用熬煮超过1个小时的浓汤。真正的养生绝不是盲目的往身体里灌注高浓度的营养，
而是学会体恤你那颗已经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肾脏。说到这里，建议你现在就回想一下，你家最常煲的是什么汤？通常会熬煮多长时间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煲汤习惯，我会在评论区帮大家看看你的做法会不会给肾脏带来隐形负担。听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开始恐慌，天哪，原来磷这么可怕，那我以后是不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千万别急着焦虑。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迎来一个巨大的反转。磷元素其实并非绝对的毒药，健康的老年人完全不需要对它谈虎色变。真正危险的是那些已经出现肾功能减退的特定人群，以及一个比磷可怕100倍的隐形杀手。这个杀手就藏在你每天的调料盒里，他是谁？我们接着往下看。在上一章的结尾，我们揪出了老火靓汤里的一个隐秘危险分子磷元素。视频播出后，我看到很多长辈在评论区留言说：哎呀，那我以后是不是什么肉都不敢炖了？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其实这正是目前很多中老年人面临的巨大困境——饮食焦虑。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现象：老人家看了一个养生视频，吓得把家里的调料全扔了，明天又看了一篇科普文章，连豆腐都不敢吃了。但是如果你去观察那些拥有顶配私人医疗团队的富豪，你会发现他们从不盲目节食。李嘉诚的私人营养师在为其制定食谱时，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看清体质再下筷子。顶级医疗团队从不轻易对某一种食材下达绝杀令，他们知道食材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在于你的身体现在处于什么阶段。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医学真相。我们要为磷元素平反。磷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缺少的建筑材料。你的骨骼要强壮，你的细胞要有能量，全都离不开磷。它本身并不会直接伤肾，它对身体的影响完全取决于你那台净水器滤芯，也就是肾脏目前的运转状态。如果你是一位健康的成年人，或者肾功能正常的健康老人，你完全不需要对食物里的磷感到恐慌。为什么？因为我们健康的肾脏是一台极其完美的排毒机器，它拥有强大的排泄能力。你吃进去的正常膳食磷，有90%都会被肾脏轻松过滤掉，随着尿液排出体外。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正常吃肉喝汤根本不会对肾脏造成额外损伤。养生最怕张冠李戴，健康人的营养对衰退的脏器可能就是毒药。真正需要对高磷严防死守的是那一批特定人群，也就是确诊为慢性肾脏病 CKD3 期及以上的朋友。当一个人的肾功能出现实质性减退，肾小球的滤过率大幅下降时，危机就出现了。前面我们说磷是随着尿液排出的，但现在下水道变窄了，排泄通道受阻，饮食里的磷排不出去，就会大量滞留在血液里，形成医学上非常棘手的高磷血症。这就像是身体里引发了一场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血液里的磷一旦过高，就会刺激颈部的甲状旁腺疯狂加班。这个腺体一激动，就会错误的发号施令，把骨头里的钙生拉硬拽到血液里，结果就是两败俱伤。一方面骨头里的钙流失了，老人骨质疏松，稍微磕碰就骨折；另一方面跑进血液里的钙无处可去，只能沉积在血管壁上，导致血管慢慢变硬，钙化大大增加了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风险。而这些心血管问题反过来又会再次重创本就虚弱的肾脏，形成一个无法挣脱的恶性循环。说完了复杂的医学原理，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住在广州的张阿姨今年65岁，是一位极其传统的贤妻良母。在她眼里，对老伴和孙子表达爱意的最好方式，就是厨房里那锅永远咕咚咕咚冒着热气的老火汤，猪骨、老母鸡、排骨，每次不熬上整整4个小时，熬到汤面浮起一层厚厚的黄油，汤汁变成浓郁的奶白色，她就觉得这汤没有灵魂，营养没出来。张阿姨的老伴李叔前几年体检时查出了一点轻微的肾功能减退，当时医生嘱咐要清淡饮食。张阿姨心想，喝汤最清淡最养人啊，于是她变本加厉，把原本1周2次的老火汤改成了每天1锅，专门给李叔补身子。结果呢，不到1年，李叔突然开始频繁地抱怨浑身骨头酸痛，甚至有一次只是在公园里轻轻滑了一跤，竟然就造成了小腿骨折。等送到医院一查血液指标，张阿姨彻底懵了。李叔的血磷指标高得吓人，确诊为严重的高磷血症，并已经引发了继发性的严重骨质疏松。主治医生拿着化验单，听完张阿姨的爱心食谱后，无奈地叹了口气：“大姐，您这不是在给老伴补身子，您这是在亲手给他喂负担啊！他本来肾脏排毒就慢，您天天给他灌这种全是游离磷和嘌呤的浓汤，肾怎么受得了？骨头里的钙全被这些排不出去的磷给影响了。”张阿姨在病房外懊悔不已，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辛辛苦苦熬的爱心靓汤，怎么就成了摧毁老伴健康的元凶？这其实就是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缩影，用最深层的爱做着最伤肾的事。盲目的传统经验有时候比疾病本身更可怕。所以简单总结一下，健康的老人请安心吃饭，无需谈磷色变。只有已经确诊肾功能下降的朋友，才需要把磷当作头号大敌来防范。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大部分健康老人不用特别害怕磷、嘌呤或者钾，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真正无差别的悄无声息地摧毁所有人的肾脏呢？这个比高磷可怕1000倍的绝对杀手，就藏在每个家庭每天都在用的调料盒里。它是谁？我们下一章为您揭晓。在上一章的最后，我们提到了一个比磷元素可怕100倍，且几乎潜伏在每个家庭厨房里的隐形杀手，它就静静地躺在你的调料盒里。没错，它就是盐钠离子。但在深入揭秘这个杀手之前，我们必须先理清另外2枚经常被误解的烟雾弹。很多长辈在体检后，经常会被各种健康资讯弄得晕头转向。除了前面提到的高磷，大家最怕的就是高嘌呤和高钾食物。海鲜不敢碰，香蕉不敢吃，菠菜更是被打入了冷宫。我们不妨再把目光投向那些顶级富豪的餐桌。如果你仔细研究过李嘉诚等注重长寿的企业家的公开食谱，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减法逻辑。他们的餐桌上绝对不会缺少深海鱼类、新鲜的瘦肉，甚至是特定季节的菌菇。为什么他们吃着这些所谓的高嘌呤、高钾食物，各项身体指标依然平稳？秘密在于顶级医疗团队深知，脱离了具体的病症去谈忌口，都是在耍流氓。让我们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除这几个真假警报。第一，关于高嘌呤食物，比如海鲜、动物内脏，这确实是引发痛风的元凶。但请注意前提，只有当你已经确诊为高尿酸血症或者痛风患者时，你才需要严格限制嘌呤。对于绝大多数尿酸正常的健康老人来说，新鲜的瘦肉和海鲜是极其宝贵的优质蛋白质来源。你的身体完全有能力代谢掉这些嘌呤，盲目戒断只会导致营养不良、肌肉萎缩。第二，
关于高钾食物，比如香蕉、土豆、菠菜，经常有传言说钾会加重肾脏负担，这其实是对医学常识的严重误读。只有当一个人的肾功能已经严重衰竭，出现了少尿甚至无尿的症状，排钾出现障碍时，高钾食物才会引发心律失常等危机。相反，对于肾脏健康的普通中老年人，适量摄入高钾食物不仅无害，反而能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是控制血压、保护心血管的神仙食材。真正的养生智慧不是什么都不敢吃，而是精准排雷。当我们将虚假的警报解除后，真正无差别摧毁肾脏的终极元凶就水落石出了。对绝大多数中老年人而言，低盐饮食比避开所谓的三高食材要关键100倍。为什么盐这么可怕？让我们回到上一章净水器的比喻。肾脏之所以能过滤毒素，是因为它内部密密麻麻布满了极其微小的毛细血管，就像是一团团极其精密的、比头发丝还要细的橡胶软管。当你长期吃得太咸，摄入过量的钠离子，这些钠就会像海绵一样，把大量的水分死死地锁在你的血管里，这会直接导致你的血容量增加，血压疯狂飙升。想象一下，你用一台超高压的水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猛烈冲刷那些极其脆弱、本就随着年龄老化的毛细血管软管，结果会怎样？这些血管会慢慢变得僵硬变形，最终彻底破裂坏死。这在医学上被称为高血压肾病，它是一个毫无痛觉的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当你因为常年吃重口味的老火汤、咸菜而觉得胃口大开时，你的肾小球正在高压的冲击下一个接一个地肾亡。而且这种微血管的坏死是不可逆的，这就是为什么富豪们的餐桌上看似什么都吃，但唯独对重口味的调味避之不及。他们避开了致命的隐形杀手，保全了肾脏最核心的微循环系统。听到这里，很多掌勺的长辈可能会犯愁，照你这么说，这也不能咸，那又要防着游离的磷，那我以后做菜岂不是全都没味道了？难道只能天天吃水煮白菜吗？绝非如此。真正的顶级养生，绝不是让你牺牲掉享受美食的乐趣。在下一章，我们将为你揭秘高级营养师在后厨里常用的烹饪魔法。只要掌握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做菜动作，就能在保留食材美味的同时，瞬间化解掉大部分的健康危机。这个神奇的动作是什么？我们下一章见。在上一章，我们揭开了高盐这个隐形杀手的真面目。很多负责家庭一日3餐的长辈听到这里，心里可能已经打起了退堂鼓。肉里有游离的磷，蔬菜里有钾，现在连盐都不让多放。难道富豪们天天就只能啃没滋没味的水煮白菜吗？完全不是。真正的顶级养生，从来不是以牺牲生活质量和美食乐趣为代价的。如果你有机会走进那些注重养生的高净值人群的私人厨房，你会发现他们的餐桌依然丰富多彩。他们吃排骨、吃海鲜、吃深色蔬菜，但各项体检指标却控制得极其完美。高级营养师究竟在后厨里施展了什么魔法，能让这些看似危险的食材变得温和安全？答案其实极其简单，简单到只需要你多花2-3分钟的时间，外加1口烧开的水。这个魔法就是中国厨房里最常见却最容易被做错的动作——焯水。千万不要小看这2个字。在临床营养学中，焯水是对抗高磷、高钾和高嘌呤最有效、最廉价的物理武器。为什么焯水这么神奇？因为我们需要防范的这3个敌人磷、钾、嘌呤都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它们都是高度水溶性的。这意味着只要遇到高温的热水，
它们就会迅速从食材内部逃跑，溶解进水里。营养师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食材正式下锅炖煮或爆炒之前，先用开水给它们做一次深度的洗澡排毒。我们先来说说肉类。很多长辈煲汤习惯把洗干净的排骨或瘦肉直接扔进砂锅里，认为这样能保住原汁原味，但这恰恰是把代谢废物全闷在了汤里。顶级后厨的做法是先将肉类切成小块，增加接触面积，然后在沸水中焯烫2到3分钟。就这短短的3分钟，肉里的大量血沫、嘌呤以及大部分游离状态的无机磷都会被无情地逼进这锅焯肉水中。把这锅浑浊的水倒掉，再用温水把肉冲洗干净。这时候你得到的那块肉，优质的蛋白质完好无损地保留在肉纤维里，而那些会加重肾脏负担的毒素已经被滤掉了一大半。对于蔬菜，这个魔法同样适用。很多长辈怕吃菠菜、苋菜，因为听说里面的草酸和钾含量高，容易得结石、伤肾。其实你只需要在水烧开后滴一滴油，保持蔬菜翠绿，然后把蔬菜放进去，快速焯烫30秒到1分钟。捞出后，蔬菜中80%以上的草酸和大部分的钾离子就已经留在了水里。这时候你再去凉拌或者清炒，它就变成了一道既安全又营养的完美配菜。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心里还是会犯嘀咕：你说的轻巧，天天这么精打细算的焯水、卡时间做出来的菜还能吃吗？那我们不妨来看看老王的故事。老王今年68岁，是个地道的重口味爱好者。红烧肉要浓油赤酱，炒青菜必须放1大勺熟油，喝汤更是非浓汤不喝。去年体检，老王不仅血压一路飙升，连带着肾小球滤过率也出现了亮红灯的危险信号。医生下了死命令，必须控盐、控嘌呤，减轻肾脏负担。起初的半个月，老王家里的餐桌简直像是个苦行僧的斋堂。清水煮白菜，水煮鸡胸肉，连盐都不敢多放1撮。老王吃得唉声叹气，整个人不仅没精神，甚至开始抗拒吃饭，偷偷跑出去吃重盐的快餐。眼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老王的女儿特意去咨询了专业的临床营养师，回家后带着老王在厨房里发动了一场烹饪革命。女儿并没有没收老王最爱吃的排骨和瘦肉，而是教会了他一个核心动作：深层焯水。老王惊奇地发现，把切成小块的排骨放在沸水里煮上3分钟，水面上真的浮起了一层厚厚发灰的血沫。女儿告诉他，那些被倒掉的浑水里就藏着会让他血压升高、肾脏受损的游离磷和嘌呤。接着女儿给老王做了一道改良版的冬瓜排骨汤。经过深层焯水后的排骨去掉了绝大部分代谢废物，再放入砂锅里，严格掐表只煮了35分钟。出锅时，老王看了一眼，这汤不再是以前那种浑浊的奶白色，而是清澈透亮。他半信半疑地尝了一口，眼睛瞬间亮了。排骨肉质鲜嫩，一点都不柴，冬瓜吸满了淡淡的肉香。虽然只放了一丁点盐，但这股清爽的鲜甜味竟然比以前那种油腻腻的浓汤还要好喝。不仅如此，女儿还教会了老王炒青菜前先在开水里烫30秒，去掉了草酸和多余的钾，再用一点点蒜蓉清炒。大半年坚持下来，老王不仅吃得有滋有味，体重降了下来。最关键的是，复查时他的血压稳如泰山，肾脏指标也停止了恶化。老王现在逢人便夸，原来养生根本不用受罪，只要在厨房里多花3分钟焯个水，少煮半个小时，好胃口和好肾脏，咱们全都能保住。这个案例完美地证明了科学的烹饪方式
才是连接美食与健康的那座最坚固的桥梁。除了焯水，顶级医疗团队在指导日常烹饪时，还会反复强调另一个打破常识的铁律：吃肉少喝汤，时间控短些。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科普的，无论你炖多久，汤里的蛋白质都不超过15%、85%的营养全在肉里。既然最宝贵的营养无法通过长时间熬煮融入汤中，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花3-4个小时去熬一锅高浓度的肺叶呢？因此，科学的煲汤时间被严格界定，不要超过40分钟。在这个时间段内，食材的鲜味已经足够释放，汤水清澈，同时将磷和嘌呤的溢出量控制在了最低的安全警戒线内。这就是既享受了喝汤的滋润，又保全了肾脏过滤网的最优解。通过简单的切块、焯水以及控制在40分钟以内的烹饪时间，我们就能在保留食材营养与风味的同时，将绝大部分的健康危机化解于无形。在掌握了焯水这个能够化解磷钾危机的厨房魔法后，我们终于可以安心地回到餐桌前了。既然熬煮3-4个小时的老火浓汤已经被顶级医疗团队拉黑，那中老年人日常到底该喝什么汤，既能滋润脾胃，又不会给肾脏添堵呢？今天我们直接为大家抄来了3款符合现代临床营养学标准、性质极其平和的护肾养生汤。它们全部遵循低盐、低脂、短时烹饪的原则，不仅食材平价，而且操作极其简单。第1款，冬瓜芡实瘦肉汤，主打利水减负食材配比：冬瓜200克，芡实15克，瘦猪肉100克，生姜2片。做法：瘦肉切小块，用我们上一章教的焯水法煮2到3分钟，去血沫和游离磷。冬瓜去皮切厚块，芡实提前浸泡10分钟。所有食材放入砂锅，加足量清水，大火煮沸后转小火，严格计时40分钟。出锅前只加极少量的盐调味。冬瓜的钠含量极低，是天然的利水好帮手，能辅助减轻肾脏的排泄压力。芡实益肾健脾。这道汤清淡不油腻，1年4季都适合长辈饮用。第2款，山药莲子茯苓汤，主打健脾固肾食材配比：鲜山药150克，去腥莲子15克，白茯苓15克，瘦猪肉80克，去核红枣2颗。做法同样的，瘦肉先焯水备用，山药去皮切滚刀块。所有食材入锅，加水没过食材，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炖35分钟。如果不爱吃肉的老人，直接去掉瘦肉做成素汤，效果依然很好。山药、莲子、茯苓都是药食同源的平和食材，它们不寒不燥，对于那些脾胃虚弱、容易乏力、夜尿偏多的老年人来说，是一剂极好的日常调理方。第3款，玉米须丝瓜瘦肉汤，主打清热通络，食材配比：干玉米须10克或鲜品30克，丝瓜150克，瘦猪肉80克，生姜1片。做法：瘦肉焯水，丝瓜去皮切块。先把装在纱布袋里的玉米须、瘦肉和生姜加水煮20分钟，然后再放入易熟的丝瓜，继续煮10分钟。捞出玉米须，加少许盐即可。玉米须是中医里经典的利水食材，能促进尿液代谢。丝瓜清热通络。这道汤总耗时仅仅30分钟，蛋白含量适中，非常适合夏季或天气闷热时饮用。在这里必须给大家一句最硬核的提醒：所有这些汤的核心都在于低盐。老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总量，请务必控制在5克以内，大约1个平平的啤酒瓶盖。此外，这些汤品只是日常保养，绝不能替代药物。如果已经确诊肾病的朋友，一定要遵医嘱调整饮食。
纵观顶级富豪们的晚年餐桌，你会发现一个深刻的道理：养生从来不是用昂贵的药材去填补欲望，而是用克制的饮食去顺应自然。那些真正拥有顶级智慧的人，早就明白，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长寿药是自律。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为你拆解了老火汤的误区，化解了对高磷高钾的恐慌，也教给了大家焯水的魔法。简单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盐少放，煮短些，焯水去肺，看体质下筷子。其实健康科普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吓唬大家，而是为了让我们在面对一日三餐时少一分盲目的焦虑，多一分科学的底气。屏幕前的你，学会这几道简单的平替汤了吗？今晚的餐桌上，你打算给家人尝试哪一道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对自己的做法还有疑虑，也可以发在评论区，我会帮你把把关。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解开了你多年的饮食心结，请务必点个赞，并把这个视频转发给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让长辈们都远离无效且伤身的浓汤。同时，别忘了点击订阅嘉诚养生道。在下一期视频里，我们将教你一个不用去医院，每天早上起床看一眼晨尿，就能提前发现肾脏求救信号的自测方法。祝各位长辈吃得安心，身体硬朗。我们下期再见。